日本的搞笑艺人究竟是个什么生物？大家好，我是喵喵，今天和大家聊聊日本搞笑艺人，也就是日本谐星，希望让大家呢对这个神奇又有争议的特定群体多些了解，少些误解。首先定义一下，日本搞笑艺人呢是在电视节目上以表演或谈话令观众感到有趣好笑的人员之一，是演艺人员中的一种特定类别。他们呢在日本的发展晋升通道大体上是通过线下表演争取到电视出演机会，一步一步累积人脉和人气，获得更多的出镜和其他工作机会这样的方式。所以多半的搞笑艺人有着漫才、短剧或落语的表演经历，有各自的组合名或艺名。从60年代出现在电视上算起，至今为止日本搞笑艺人排资论辈有7个世代。这期视频呢，我为大家介绍前3代。第一世代短剧团体的崛起，代表人物呢是秋本清一和志村健。60年代后半，秋本清一与坂上二郎组成了短剧55号，以喜剧表演和主持搞笑性质的节目在电视上逐渐走红。70年代呢，逐渐以个人活动为主，被称为收视率100%的男人。他的长寿节目超级变变变，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秋本清一是第一个在电视界全面走红的搞笑团体和个人，也是第一个主持人、导演、社长多线发展、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搞笑艺人，可以说是谐星里面最大的大前辈。志村健我们就熟悉多了，他70年代加入漂流者组合，通过8点全员集合中出彩的短剧表演获得人气。80年代呢，在志村大爆笑等冠名节目里，以独特的风格再创人气高峰，塑造了怪叔叔、童婆婆、笨蛋殿下等一系列经典角色。志村健呢，40多年专注喜剧表演本身，始终在无数的节目和剧场中进行一线喜剧表演。契合他本身很温柔且为他人考虑的亚萨西性格，04年开播的天才志村动物园也大受欢迎，他收获了所有观众和艺人长久的敬爱。不过搞笑还有很多面，有时候也需要不怕死的刺头来做更多的探索。第二世代漫才的热潮，代表人物有北野武、明石家秋刀鱼、塔摩利和岛田伸助。在70年代的日本电视圈，歌手才是中心，搞笑艺人在电视界只是配角。但是1980年突然兴起的漫才热潮呢，就把搞笑艺人推向了显眼位置。中心存在的3个共同以无视对话、装傻艺单方面喋喋不休的漫才组合，分别是 BMB、2 Beat 里面有北野武，深助龙介里面有岛田伸助。漫才热潮持续2年多就结束了，留下来的北野武、岛田伸助和明石家秋刀鱼3人一起出演了我们滑稽一族这个在周6、8点档之战中成功战胜志村健8点全员集合的综艺节目，也预示着呢搞笑王者的交替。当时以此节目为中心的一系列综艺改变了时代和格局，五军团、秋刀鱼家族、岛田所属的基本兴业，各种谐星、各路人马涌现出来，搞笑艺人的地位也水涨船高。87年富士台拉来了北野武、秋刀鱼、塔摩利，推出了 FNS 27小时 TV， 大获成功。接着又推出塔摩利、武、秋刀鱼 Big 3世纪的高尔夫对决，由此呢 Big 3也就是3巨头的说法开始流传。几位大神呢简单总结下，北野武80年代综艺真弄潮儿，什么大事件他都有份。一方面呢参与企划了许多始祖真人秀节目，另一方面的多元发展，比如中后期就直接因为电影变成了世界的北野武。但是可以看出一贯不变呢是他骨子里的暴力感，放在漫才里是反社会成人向的毒舌风格，放到生活中呢就是带着10几个五军团弟子为小女友袭击杂志社被抓，放到真人秀节目里就是境界过火的创意，抓着参与嘉宾一阵血虐，放到电影里才是我们熟悉的残酷荒诞的黑道美学。有机会呢那硬是要做个视频单独说说他。明石家秋刀鱼呢是电视圈国民级的明星，从80年代开始一直稳居一线，很长时间都在日本人喜爱的艺人榜里排名第一，也以日本电视出演最多的人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乐天性格与无限热情天生契合综艺节目，风格没有攻击性，也适合全年龄层的观众。90年代呢开始被称为搞笑怪兽，主持、谈话、临场反应都非常强。不过看他的节目多了呢，有时候感觉连嘉宾的光芒都会被他遮掩。与前2个毒舌和话痨光芒四射不同，内敛奇怪的塔摩利完全走在另一条路线，以低存在感稳稳主持笑笑又何妨31年半，塔摩利俱乐部40年， Music Station 35年，世界奇妙物语也近33年，号称演艺圈的电视公务员。虽然不是最为搞笑的那个，但是呢却给观众以微妙的安定感，并获得了极高的好感度。
した時じゃない。いや、してない。岛田伸助呢，凭借思路敏捷、顶尖控场与口才等特点，一手开创和主持了超人气法律咨询事务所、全明星改戏季、开运鉴定团这些始祖节目，开创了很多综艺节目的新玩法、新思路，并且主导企划了 M1 这个造福全日本漫才师、打通大众关注和晋升电视圈通道的漫才大赛，为谐星界源源不断的新人出头提供舞台。可以看出他对行业的热爱和巨大影响力。随着他和秋刀鱼的崛起，背后的几本兴业事务所也稳稳地占据日本搞笑界半壁江山。第三世代偶像明星的发展，代表组合隧道二人组 Downtown 小内小南，这三个组合呢，可以说在当时的年轻群体中拥有着偶像般的人气。隧道二人组音乐路上走得最远，出了10多张专辑，好几个都是100万级销量，在武道馆和巨蛋各种开演唱会，还上了日本春晚红白歌会。最出名的 Thanos 的托大家的福播放了近30年，其中有5、6年都是日本综艺节目年平均收视率第一。其节目里大量偶像明星跨界大牌的出演风格，看下来也是热闹好玩。还因为节目中的企划组合野猴又上了2次红白歌会，这个组合可以说是音乐搞笑两手抓，两手都很硬。Downtown 呢是82年松本人志和滨田雅功成立的漫才组合，在关系活跃后88年进军东京，便一直有着极高的人气。89年的节目 Gakish 和93年的 Downtown DX 播放至今。这是早期 Gakish 的节目片段，志村健也在里面。这两人呢以漫才出道，松本的脑洞装傻和滨田的暴力吐槽再度革新了漫才。业界有着日本漫才分为Downtown前和Downtown后的说法。前期滨田搞笑之余多次出演日剧，包括小室哲哉出了100万级销量唱片，上了红白歌会。而松本人志呢则执着于对搞笑技艺本身的探索和尝试，也参与自己节目的企划构成，甚至还对大喜利做了各种探索。30多年对喜剧的坚持不懈创新，令人肃然起敬，地位也到了搞笑界的顶峰。M1 漫才大赛、短剧之王大赛、一本大奖赛里担任审查员、审查长和大会主席。往大里说呢，也就是这位被称为搞笑之神的松本，一直在为日本的搞笑未来做出自己的推动和判断。小内小南85年结成，以突出的短剧能力在各种节目中获得人气。90年代后期，节目里组成了口袋饼干乐队，也红极一时，并登上了红白。之后呢，内村光良逐步转为单人活动，一边以温厚的人格魅力开始各种节目主持，一边和各种后辈坚持不断地进行短剧表演，被称为最爱短剧的艺人。这一代呢，还有将毒舌、乱来风格走到极致的爆笑问题、80街里招呼杰尼斯小朋友的小渊浩吉，主持能力一流。岛田隐退后，各种接手节目的金田耕司和东野幸治。但我想特别提一下日后综艺界的黄金配角鸵鸟俱乐部和出川哲朗，这2班人马呢，开创和树立了综艺配角的专属定位。早在北野武的节目里就开始玩命，那就是一个狠。这泡沫经济的日本综艺真的是。这期视频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下期视频呢会聊后世代的搞笑艺人，因为素材和人数都很多，所以呢到时候会以重要的节目来做主线进行盘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希望更多人看到呢，可以考虑一键3连。我是喵喵，下回再聊。